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修这个飞利浦的灯。这个飞利浦的灯呢，这个 PFC 管已经击穿了，我给它卸下来了。这个是 PFC 对地的电流取向电阻也损坏了，我给它已经换完了。那么这个功率管呢，我已经拆下来了。现在呢，它这个开关电源的功率管没有损坏，开关电源的功率管呢，在这个位置。这个就是开关电源的功率管，它的漏极是接开关变压器的，它的山极是接驱动的，原极是接地的。我们看它没有问题，这个原极到漏极之间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。现在呢，它的 PFC 驱动的电阻都已经坏了，我也给它换掉了，包括这个稳压管，这个是芯片供电的稳压管也损坏了。现在的故障呢是插电以后，我们看一下。现在我们给它打到直流750，直流1000伏，然后我们插电，我们看现在这个 PFC 滤波电容这个位置有297伏的电压，但是后极没有输出，证明这个芯片没有输出驱动信号，因为这个功率管是好的。下面我们把这个芯片更换掉，因为周围的电阻我基本上都查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下面我们把它的引脚对好，用烙铁给它焊上。引脚对好，放上松香，用这个松香水比较方便，用焊油也是可以的。然后用烙铁这样托焊就可以了。芯片焊完以后，要保证两个引脚之间是不连接的。换完芯片，我们接上了假负载，我们看一下，现在可以工作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发现这个声音不太正常，有滋滋叫的声音。它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这个 PFC 电容没有容量的问题。现在这个电压就达到了400多伏，很显然是不正常的，因为我 PFC 功率管没有更换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PFC 电容给它换掉，它现在的容量非常的小，拔掉电源以后马上就没有电了。看着外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卸下来以后呢，发现它这个引脚这个位置有一个黑色的，应该是冒出来的塑料，而且呢，我们现在测量它没有一点点容量，很显然就是这个 PFC 电容出现问题了。好，我们对比一下，我们看这个电容一点容量都没有，这个电容是可以重放电的，我们把它换上就可以了。电容更换完毕，下面我们插电，非常的正常，一点杂音都没有了。下面我们再测量一下它的输出电压。由于现在我没有上 PFC 功率管，所以呢，它的 PFC 电压应该是在300伏左右。如果偏高呢，那就证明像刚才是电容损坏了。我们再测量一下，296啊，现在输出正常了，291伏。由于它的 PFC 外围电路都已经恢复正常了，下面我们测量一下 PFC 波形，如果正常呢，我们把 PFC 功率管给它换上。我们找到整流桥的负极，把表笔放到 PFC 功率管的驱动端，我们看输出的波形基本上是正常的，峰值是 16.5 伏。下面我把 PFC 功率管给它换上。好，我们就给它换这个 15N60 600伏耐压15安的，我们给它充电，导通了，反向放电，接止了。红表笔接圆，黑表笔接漏极，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，证明这个管是正常的。下面我们给它换上。对了，这个康拉永的 NTC 热敏电阻也坏了，也需要更换一个。到这里，这个电源就完全修好了。我们测量一下 PFC 电压383，这个输出的电容28伏，给 LED 灯供电的端子26伏，
这个也是26伏，完全正常了。在 PFC 电容损坏的时候，由于电源纹波大，加上电感的升压作用，所以把电压抬升起来了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